听到小鸟的叫声了吧？好像春天来到了这里。一只小鹿穿过后院，只有在清晨才能看到鹿的身影。乌云散尽，太阳的光还是很微弱。不过今天的气温比较高，趁着天气暖和，我要把菜床里的野草除掉。这是菠菜，现在看来长得还不错啊。前段时间下雪，它大部分都被冻死了，现在又长回来了。这边呢就是杂草了，我现在要把这个杂草除掉，然后放一些鸡蛋壳粉在里面。野草的生命力真是顽强，在冬天里还长得这么茂盛。这种野草会蔓延，如果不及时除掉，会吃掉菜地里的蔬菜，吸干土地里的养分。这个菠菜旁边的草也要把它拔掉，否则营养都被这个草吃掉了，菠菜就吸收不到土里的营养了。好了，这个菜床里的草全部拔完了。明天如果不下雨的话，我就把我存的鸡蛋壳打碎了，撒到这个菜床里。除下来的杂草，我就把它们做堆肥。我存了一些鸡蛋壳，听说鸡蛋壳撒到菜地里面可以给蔬菜增加钙，所以今天我就把我存的这个鸡蛋壳打碎，把它撒到菜地里面。去年我种的辣椒和西红柿都得了基腐病，听说就是因为缺钙。今年我加了鸡蛋壳在土里，看看会不会好些。我的邻居送给了我一盒蓝莓，今天我要拿它来做一个蓝莓派。先把这个蓝莓洗一下哦，用水冲一冲，把上面的灰尘冲掉，然后把它放旁边晾干。首先呢，我要做酥皮。做酥皮呢，我需要面粉、素油膏、1条的黄油，还有水。我需要3杯的面粉，我拿多一点面粉，以免到时候不够就很尴尬了。放一勺盐进去，把它塞一下。好，我现在要把这个黄油把它切成小块。把这个黄油放到面粉里，再拿3汤匙的这个素油膏，
把黄油和面粉混合在一起，我就直接用手了。把这个面粉和黄油混合成这个粉末的状态，我就可以加水进去了。加水呢，要一勺一勺的加，一直加到这个面粉可以捏成团，就像这样捏成一团。现在我把它分成2坨，一坨大的，一坨小的。把这2坨面包在保鲜膜里面，放到冰箱里面20分钟，让它冷却。这个时候呢，刨一点陈皮，大概需要1个茶匙的陈皮。还需要这么多就差不多了。再挤2汤匙的橙汁。1汤匙，2汤匙，再要挤1茶匙的柠檬汁。OK， 1茶匙的柠檬汁。啊，下雨了。下雨天最好是躲在厨房里面烘焙。这里呢是4杯的蓝莓，把它倒到大碗里，加3/4杯的白糖，把陈皮放进去，加1/4勺的 nutmeg。3汤匙的面粉，把它搅拌一下。现在我要把围裙戴上了，因为我要来擀酥皮了。我先擀这个大的酥皮。用这个9号的盆子比较一下，够大就可以了。呀，够大了。特别小心啊！这个步骤特别难。把它铺在这个盆里面。派最难做的部分就是这个酥皮部分。那现在就把这个混合好的蓝莓放到这个烤盘里，铺平了。
现在我来擀第二个酥皮。把它盖在上面。完蛋了，我忘了放橙汁和柠檬汁了，我得把这个拿掉。要重新弄了。把这个橙汁和柠檬汁撒在上面，这是柠檬汁。把这个边边切掉。把这上面切几个气孔。好，把这个旁边把它压一压，就用手指头把它压一压就可以了。这样就可以了，把它放到烤箱里面，375华氏度，烤45分钟就 OK 了。蓝莓派烤好了，样子还不错。切一块尝一尝呢。太好吃了！下雨天的下午，喝一杯热茶，吃一块肉乎乎的派，太疗愈了。